未来一场病毒席卷全球，男人几乎全部消失，人类再次进入了女性主宰的时代。幸存的男人沦为播种机器，日夜不停的输出。事儿还要从头说起，一种未知病毒席卷全球，男人们纷纷吐血而亡，而女人却完全没被影响。若干年后的一座小教堂里，人们正在开 party， 其中包括3名好友小丽、小米和小普。这时市长来安上台，小丽却似乎发疯，给了市长一杯爱的投喂，结果被带走关了起来。然后台上出现了一个摇号装置，原来男人们狗带之后，女人们只能靠当年留下的精子库来受孕，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摇号，通过抽签的方式选人受精。而今年小米幸运中签，另一边小丽被执行处罚，向神经中枢植入精神抑制药物。回家后，小米和小普将小丽放到床上，安顿好小丽。小米来到医院检查身体，由于资源有限，中签的人必须绝对健康才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如果最终生下的是男婴，将会100%的夭折。此时，身为政府工作人员的小普正在会议室准备甜点，毫无意外的出现意外，食物洒了，滚落一地。市长和医生推门而入，两人发生了争吵。再次不出意外的，小普被发现了。这时的家中，小丽醒了过来，已经失忆，但其实她早有准备，给自己留下备忘，然后自己动手偷掉了后脖子里面的药物装置。小丽来到母亲家，原来她母亲当初也因反抗政府也被种下了失忆药物，只是她当初没给自己留下后招，现在只能是个痴呆症患者。此时小米和小普在家中到处都找不到小丽，打算开车出去找，可刚起坡就撞了。正好小丽回来赶上这一幕，3人上前查看，瞬间惊呆了，竟然是个男人。3人将男人搬到草料房，并就是否上报政府发生分歧，因为知难不举报是件很行的事儿。最后3人决定将男人密下来。第二天，小米发现农场外来了辆政府的车，原来政府要对小米的育儿环境进行审查。随后他们有些慌张地接受询问。小米是一个农场主，经营着一间小型牛奶厂，小普作为他的好朋友，居住在农场里。在说到小米的小姨子小丽时，两人有点犯难。按理说小丽现在还在惩戒当中，但却自行移除了药物装置，再加上家里藏着一个男人。此时草料库里的小丽正在翻找男人的物品，原来男人的名字叫小豹。除了一张会员卡，小丽还发现一张报纸。就在她愣神之时，小丽从镜子里看到小豹站在身后，吓了大叫，尖叫引起了前屋3个人的注意。小米和小普不知道后院发生了什么，只能推说是牛在叫，却反而引起了审查官的兴趣。叫声这么奇怪的牛可得看看。此时的草料库，小豹拿起东西就往外走。小丽知道有政府调查员到来，极力阻止小豹离开。2人扭打在一起，调查官正好听到打斗的声音，3步并作2步冲进草料库。就见小丽正坐在箱子上装精神小伙，也就没有起疑。原来小豹被阿里放倒后就被五花大绑。小丽问小豹为什么会有那张照片，照片女人身上有什么秘密。小豹说他只跟这张照片里的女人说不见兔子不撒鹰。不久后，小米被通知育儿环境的调查结果出了问题，他告诉小普自己的检查没有通过。小普边安慰小米边看着失态的调查官。小普下定决心要帮好友查明真相。他首先找到市长莱恩，并且拿出前几天的体检结果，做出保证小米是个合格的母亲，证明小米的身体绝对符合怀孕标准。此话一出，市长表面稳如老狗，但内心有一点点慌。他强装轻描淡写的告诉小普自己会去查。镜头再转，小丽告诉小豹照片里的女人是自己的母亲。男人半信半疑，问起小丽母亲的情况，小丽告诉他母亲的脑子被政府移植了药物装置，现在已经彻底痴呆了。小豹失望地叹了一口气，说丽妈原本是一把钥匙，现在钥匙丢了。小丽又问小豹是怎么活下来的，小豹告诉小丽其实幸存下来的男人数量不少，只是因被追杀都躲了起来。另一边，小米去逼问医生是不是搞了什么黑箱操作，但医生坚决不承认。这时小普再次找到市长，市长这次直接摊牌，说小米不仅没有通过体检，以后也不可能会通过，同时还威胁小普别多事儿。小普心中好像有什么打碎了，走投无路的小米拿奶油撒气，仿佛在发泄自己内心的不甘。这时小丽跑进来告诉他自己跟小豹做了顺畅的沟通，得知了事情的真相，政府和市长都马上要下课。小米没心思细想小丽的话，因为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
后院不是就有个正热乎的精子库吗？但小豹根本无动于衷。要么说有些技能是刻进 DNA 里的，小米竟然想霸王硬上弓，可惜小普追了过来，打断了观众们即将得到的福利。小米哭着说，现在连怀孕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小普下定决心要为小米做些什么。半小时后，小普在小米面前放下一个装着白色浆体的杯子，似乎做了什么福利的事，过程大家自行脑补。而此刻小丽则宛如卷毛附体，在研究谁会来追杀小豹。然后镜头一转，给到一个开车大姐，她边开车边抽烟，还一边看手上的照片，一看就是个危险人物。而照片里的男人正是小豹。第一集完。